在 AI 时代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专心做人应该要做的事，不要重复去做自己要做的那些事情。这个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在 AI 盛行的时代当中，哪些人会拥有这样子的优势的？我在今天的影片当中都会跟你分享。请开启下面的小铃铛，打开全部的订阅。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克凡。今天呢，在马克凡的这个频道当中呢，我要跟你分享的这是绝对机密的事情。我在我的书里面关键思维当中啊，其实我有不停的在强调这件事情，尤其是在现在 AI 时代当中啊，一定要做好。现在 AI 时代一来了，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恐慌，到底该怎么办？而且 AI 越来越厉害了。AI 可以做好多的事情 ，AI 呢看起来可以画图，又写程式，又可以写很多的文章，甚至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到底要怎么使用 AI 来增加我们的这个生产力。但我想要跟你分享，其实在 AI 时代当中呢，有一项技能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学好，但多数人呢不会去察觉到的事情。那就是你要做所谓的流程分析。在我的这个关键思维这本书当中呢，我的第6个法则里面，我想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不要重复做自己做过的事情。我用一串英文来当做这个的讲法，叫做 DRY，Don't repeat yourself。其实这句话呢，就最需要在 AI 时代当中呢，分享在荧幕面前看的你。为什么呢？我们过去呢，在以前还没有 AI 跟自动化的时代当中，我们可能同一件事情会反复的去做。例如，我可能要做一双鞋子，做这个鞋子的时候呢，我要变成工厂大量的去做，我可能就是要有工人一直反复去做同一个动作。当自动化工具跑出来了之后呢，接下来就让它自动去生成，机器去把它弄好。那这跟 AI 有什么关系？可怕就在这边了。当 AI 时代来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到本来笨的机器，它只会这样子上下去切的这个机器，它开始有一点点的判断力了。它开始判断这个要不要切。这个要切左边一点还是切右边一点 ？AIGC 的时代居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 AI 时代当中要做的环节，第一个最大的重点就是你需要有流程梳理的能力。什么叫流程梳理的能力？今天我问你一个简单的一句话，你能不能把你手上的工作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全部把它给写出来，知道哪些地方是重复的，把它合并，一一的把它写好，在每一个步骤里面都写出在这个步骤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指标把它写出来。我给你3秒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工作里面的某一项把它这样写出来？如果可以，恭喜你，你就是 AI 时代当中非常重要的人。如果不行，那你要去想一下，那你是不是过去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你没有把这个流程把它弄完？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那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当中 ，AI 虽然可以把很多的知识库把它整合在一起，告诉你答案，但是呢，去把流程理清这件事情，这可能还是人类的强项。所以呢，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你首先要去把你的工作、你的行业别里面的关键的流程，去把它给梳理出来。梳理完了之后呢，你去把里面可以用 AI 取代的环节去找到，并且呢，用 AI 工具去让那些地方可以去取代掉。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的生产力变强了，因为以前这些流程当中，你可能要做设计，你要发包给你的设计的同事，你可能要做这个文章撰写、小编撰写的，你可能要发包给这个社群那边的人。但是现在你一条龙的状况之下面，你会发现到这一些环节 AI 都可以去帮你。那你会讲说，马克，你这样讲好像很可怕，AI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我大概跟你分享一下。AI 呢，大约平均的能力值大概在大1升大2左右的能力，只不过它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呢？它可怕在它不是某一个科系的大1升大2升，它是全部科系、全部通才的大1变大2左右的学生的专业能力的人。重点是他还不会有情绪，所以你可以问他一些最简单的基础知识、行业进入的基础知识，他都可以告诉你，这可以帮助你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有没有发现到，你如果有了这样子一个大约大2学生水平的助理在旁边，且他不会有情绪，那你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你要清楚知道你的程序出来，你的流程出来之后呢，他要帮你做哪些步骤，你要怎么把它拼装
怎么去做成效出来。这就是在现代 AI 社会当中最重要一个技能，就是你要专注在只有人可以做的事情。而现在我把这个大秘宝直接告诉你，人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流程设计。你要去把流程设计去框出哪些地方适合哪些 AI 去做，哪些地方适合人自己去做，把它条列好，写下它对应的关键指标，这个就是你现在最大的 know how。所以像我呢，在帮一些客户在做所谓的数位升级或者是 AI 转型，其实第一件事情，我都是要求我们的客户、我们的伙伴讲说，你能不能先把你现有的这个流程呢，一一的把它写下来。有趣的地方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写不出来，因为太多的人在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呈现是 autopilot 自动行走的状况，因为他太熟悉了，他太清楚了。就如同你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会想说你要转几圈吗？你会想说你油门要吹几次吗？不会。但是你在导入这个 AI 工具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必须要告诉 AI 讲说，在这边大概怎么转，它是你要的；在这边大概怎么吹油门，它是你要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去理清这条流程，理完了之后呢，把 AI 工具把它放进去。你只要遵循这个概念，你就会发现到你是一个高效能的 AI 使用人士。这就是在 AI 世代当中最重要的技能一，流程理清的能力。那在 AI 世代当中呢，最重要的技能二是什么呢？我也想要告诉你，当我们在这里面去做这个流程的这个解析 ，Don't repeat yourself， 不要重复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有一件事情，你得需要人来做。在沟通的时候，你可能可以把流程讲得很清楚，但是呢，你要把流程讲得很清楚，让人家愿意跟你一起来做，让人家了解这个流程沟通里面呢，很重要一个环节叫做情绪表达能力。没错，在 AI 世代当中呢，我都会这样跟我们家的伙伴分享，在 AI 世代里面，懂流程的人很吃香，懂得笑，懂得跟人家沟通，懂得用开心的方法让大家一起来做事、一起互动的人更吃香。所以啊，在 AI 时代当中呢，其实情绪的表达能力，尤其是正向的情绪表达能力，带动影响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AI 会帮你把其他地方都帮你处理好。如果我们从一个沟通的角度来讲，我们会知道55%来自于你的 body language 的内容传递，30%几来自于你的语调、你的讲话模式、你的表情去做传递，只有7%左右才是你的内容处理。在 AI 时代当中 ，AI 只能帮助你那7%，有3%到4%左右是在流程，也就是 AI 只能帮助你大约3%到4%左右。可是如果你人跟人互动，在团队合作当中，你还是需要大量的情绪表达、口语表达跟传达这个能力。所以啊，在未来社会，你一定要注重2件事情。第一，如果你是属于专业职的，你的流程安排能力、流程剖析能力，你要一直锻炼自己。锻炼除了流程理清完了之后，你还要懂得使用 AI 工具进去，来看看自己哪些地方可以用 AI 去补足补上的。所以未来其实公司规模会变小，因为一个懂得 AI 的人，他可能就是一整个部门的，所以公司的规模会变小。但是呢，服务业或者是需要跟人沟通的行业的人的规模会上升。为什么？因为会需要更多的人去做情绪表达、情绪沟通、表象沟通的这件事情。所以未来会笑的人，能够好好沟通的人，情商高的人，会非常的有优势。这就是呢，在今天这一支影片当中呢，我很想跟你分享的点。所以呢，在2024年的现在 ，AI 已经扩展了1整年了。我来讲这个议题，其实我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未来最重要的2件事情，就是你要有好的情商去做沟通表达，以及你要有理清逻辑的能力来导入 AI 共同协作。世界已经改变了，做法、工作模型，你的价值也必须要改变。这是我想跟你分享的。当然了，我还有讲更多关于 Don't repeat yourself， 人要专注哪些事情上面，我可能在这一个影片当中讲不完。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你也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在去年8月左右出的这一本书《关键思维》。里面呢，在第6个法则当中呢，不要重复做自己的事情 ，Don't repeat yourself。里面呢，我用更多的方式去论述。里面最重要一个章节呢，就有提到专注在只有人可以做的事情。
这很重要。记得 AI 世代当来了，越来越多的自动化工具，越来越多可以辅助你越来越轻松的工具，越来越更加重要的就是你要去理清自己身为人的价值优势在哪里，把它理清好，这可以对你2024年的接下来规划会更有帮助。好，那我是马克凡。马克凡呢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知道跟做到之间的差距在于努力的执行跟练习。那你现在知道了，那是不是要赶快去做呢？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